徐奶爸出差回归后，福宝有多开心？宝贝一整天都呲着个大牙，笑个不停。要知道小福昨天还在骂骂咧咧，吐槽小徐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没想到今天一大早，奶爸就惊喜闪现，把宝贝闺女激动的都不赖床了。福宝一出门就飞奔到徐奶爸刚刚清理好的泡澡池，洗澡的时候脸上都笑开了花。此时的公主别提有多惬意了，就连她平日里最害怕的咕咕鸟，小福如今也不害怕了，还追着小鸟满院子乱跑，一看就是因为奶爸回家太开心了。虽然小福平日里积极营业，可奶爸回来第一天后，福宝满心满眼都是对方，只好抛下游客，扒着门缝偷看对方。奶爸见状赶忙将毛孩子喊回去，当即给福猪猪来了套按摩捏肩服务。还记得宝贝前几天还没有胃口，不过对于这小妞来说，徐奶爸投喂的笋笋就是香。福宝不是吃的满肚子上都是笋皮，就是抱着有奶爸味道的竹子蹭来蹭去。恃宠而骄的福猪猪还开始偷懒了，一下午都没出门上班营业，独留小徐一个人在外场打扫卫生。宝贝只需要吹着空调乖乖睡觉就好，而福宝享受小徐带来的快乐之余，还不忘拿捏一下对方，宁愿在外场晒着日光浴，这小妞也不肯乖乖回家找奶爸。小福，福宝目的就是给徐奶爸点颜色瞧瞧，像是在说我可没原谅你，谁让你不告而别的。要知道父女俩才相处不到半年，徐奶爸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走进福宝的内心并获取毛孩子的信任，足以说明他照顾闺女后有多么用心。不同于希望福宝主动营业的江宋爷爷，徐奶爸巴不得孩子回内舍休息，只要外场有一点热，他就隔着小窗口喊闺女下班吹空调。即便是福宝敬业晚回来一会儿，徐奶爸也得对着闺女唠唠叨叨。你这懒得很是不是？喊你几盘你都不回来。外头睡起舒服啊！今天天气是这样，我看你不会啊。他还顶着舆论的压力，不让一向调皮的福宝经常打滚。宝贝留学期间看起来很正常的行为，有极大可能会造成刻板。真的不愿意他出去打太多的滚。刚回来的时候在隔离区，环境陌生，还焦虑紧张，还害怕，应激反应，他就会打滚。打滚对他来说，时不时打一下就行，但不要经常去打。当福宝坐在门口乖乖干饭时，奶爸会拿起相机拍照，仅仅是一个背影就让他开心好久。徐奶爸的好都是有目共睹的，难怪亲妈粉这么放心他照顾福宝。徐奶爸一声呼唤，福宝立马飞奔回家。原来徐福记竟是双向奔赴的父女情。这天小福在外场抱着冰块吃着笋笋，突然传来徐奶爸的一声呼唤。福宝看着消暑利器是满眼不舍，但还是立马飞奔过去找奶爸。而老徐照顾小福也是担心闺女中暑，等到孩子回内舍吹空调后，奶爸还不忘去外场帮福宝拿冰块，足以可见老徐真的很在乎小福的感受。当福宝靠着小门吃播营业时，徐奶爸还在对方身后偷摸摸拍照，只为记录下毛孩子的背影。自从孩子回家被奶爸接手后，还多了很多的外号小名，从小福到捣蛋小淑女再到闷灯，每一个都体现了徐奶爸的浓浓爱意。而徐奶爸作为专业负责的饲养员，还考虑到福宝的感受，不止一次呼吁游客别喊孩子名字。不希望有大家就是说看福宝的时候去大声喧哗福宝福宝，其实这样对熊猫并不是太好。这可是小福在韩国得不到的待遇，只能说徐奶爸真的很护犊子。即便宝贝闺女已经在外场呼呼大睡，操心的老父亲还是放心不下，非要透过小窗口喊着福猪猪回家休息。奶爸甚至还开始明目张胆宠闺女，平日里不是对着其他熊猫喊福宝的名字，就是吐槽一宝年纪大了，衬托福猪猪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公主。这个家伙的话都可以当福宝的爷爷的年纪了。一宝大叔听到这句话都翻白眼，内心 OS 你信不信我把你小徐告到中央。虽然徐奶爸是打心底里宠孩子，却阻挡不住不懂事的游客。前有镜头盖掉外场，后有故意扔铁板凳，奶爸生怕福猪猪被欺负，便守在外场亲自为公主站岗。他的爱让离家多年的孩子感受到安全感，以至于福猪猪彻底离不开奶爸。宝贝出门上班也总是心不在焉的，时不时的回家看一眼。福宝这是害怕老徐不告而别吗？要知道福宝一开始是很讨厌小鸟，在韩国期间都是躲得远远的。或许是因为奶爸的爱护让孩子有了底气，回到自家的福宝非但不害怕，还换上了国内滚滚爱养小宠物的通病，整个院子的鸟都被他喂得白白胖胖。这小妞如今还开始拿捏起来老徐，她深知奶爸不让自己打滚，便在下班前故意在门口整活。小福仅用一个动作就让对方乖乖配合，只能说是奶爸日复一日的爱，才养成福宝调皮爱玩的性子。为什么花花和叶成年后还能住在一起？
姐妹俩亲密无间的关系给出了答案。只见叶子一点点靠近花宝鸡，还蹑手蹑脚的一头扎进对方怀里。本以为这小妞找姐姐求抱抱，结果她下一秒就化身待宰宝妈，非要让花花趴在自己腿上休息。荷叶就差唱童谣哄怀里的姐姐午睡了。两小只大概是熊猫圈唯一和睦的姐妹，从没像艾九闰月那般互扇巴掌，更不会学习萌宝和萌玉整天互扯头花。即便是看上同一个玩具，懂事的花花也会主动让给妹妹。别家熊猫抢秋千打得不可开交，而到了花花荷叶这里，就是两大文臣之间的口舌之战。明明叶子武力值更强也不动手，两小只比的就是如何用唾沫击退对方。姐妹俩就连吃个饭也要贴贴。懂事的荷叶生怕姐姐够不到竹子，还特意帮对方拽过来，大大方方的让给花花先吃。前几天花花离奇失踪了，叶子一觉醒来发现姐姐不在，整个熊都不好了，不是上蹿下跳满屋子找姐姐，就是坐在小门口翘首以盼等着。足以可见看似独立的荷叶有多依赖花花。这小妞虽然经常和姐姐贴贴，可她一看到对方呼呼大睡就不敢上前。宝贝不想打扰到花花的美梦，独自一熊在内场蹑手蹑脚的溜达，也不会叫醒老姐去陪自己玩耍。当两小只在外场玩闹的时候，荷叶看着秋千失灵直奔姐妹俩而来，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躲开，而是凑上前主动用身体挡住，生怕不懂事的玩具砸到姐姐的大头。这天他们俩正在外场小打小闹，可荷叶却无意间扇到姐姐。贴心的宝贝为表达歉意，还主动伸头让姐姐打自己，心想老姐我错了，你打回来吧。荷叶总是心甘情愿被姐姐胖揍，明明是自己占上风，可这小妞还是要让着花花，被欺负到满地找头也不会反击。可花花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小叶子却是能挡在姐姐前面的熊，不是帮姐姐报仇胖揍小伙伴，就是将对方护在身后，生怕二狗动手。当然花花也是妹妹的保护伞。荷叶一开始总是被不良游客欺负，经常用自拍杆钓猫诱导孩子，甚至还有嫌弃对方让他离开镜头的。花宝鸡心疼受欺负的妹妹，每次都将要荷叶搂在怀里安慰，小眼神还要盯着不良游客，像是在说你在欺负本局长妹妹试试看，还会将妹妹划入到自己的领地，一言不合就对着叶子标记，内心 OS 被我标记就是本局长的熊了。只能说花叶姐妹不分开是有原因的，两小只的关系早就亲密到形影不离了。果然狐妹子传男不传女，咸咸仔的黏熊精形象全世界都知道了，黏姐姐，然后黏蕊蕊妈，然后还有黏我，喜欢抱我腿啊，然后喜欢让我背啊。估计上一任撒娇战神鱼可也没想到，这么小众的赛道也有强劲的对手，想方设法贴贴的咸咸仔实在是太卷了。其他小熊都是一溜烟的跑出外场，唯独这小子出门比登天还难，非要抱着奶妈的大腿撒娇，奶爸都看不下去了，忍不住上手拽孩子，劝他爷们一点。咸咸仔反倒瞪了奶爸一眼，像是在说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哦。奶妈给滚滚们投喂损损的时候，咸咸仔一把拉住他的手，死活都不放开，还非要钻进对方怀里开垦大秀。难怪奶妈会忍不住吐槽道：人家都说你是麻包熊。奶妈只是拿着摄像机去拍娃，结果一连被咸咸仔赏了好几个亲亲。只能说这小子未来有一天能开口喊妈妈，猫粉们都不觉得奇怪，就连刚正不阿的太老爷也被甜美可爱的小外孙给融化了。他看到咸咸仔就忍不住展开怀抱，直接将对方团成球抱走。谁还记得他前段时间还很严肃，给小家伙擦个脸都快把熊头套扯下来。只能说咸咸仔的撒娇本事太强了，拿捏饲养员们简直是手拿把掐。蕊蕊干妈也被这小子成功俘获，咸咸仔一言不合就和对方贴贴，就连小脚丫都伸到了人家嘴里。蕊妈内心 OS 大热天的你想干啥？或许是因为干儿子的爱太过强烈，蕊蕊为了躲咸咸仔贴贴，直接钻进洞里，哪曾想对方还是铁了心找干妈玩。最好笑的是这小子连奶妈和干妈也就算了，比自己大几天的姐姐也要黏着，即便是两小只排排多炫个嘴，咸咸仔也要和蕊蕊仔贴贴。这小子还得把脚搭在对方身上，愁的姐姐躲都躲不开黏熊精。蕊蕊仔趴在树上呼呼大睡时，原本还以为是岁月静好的画面，哪曾想他身上还有废头子弟弟，这小妞都快被压得喘不过来气了。可咸咸仔的幸福感却溢出屏幕，当姐姐准备敲门回家时，这小子一个熊扑就紧紧搂住对方。一向疼爱弟弟的蕊蕊仔只能宠他，任由咸咸仔抱着脑壳贴贴。真的没见过比咸咸仔还会撒娇的熊猫，这么小众的黏熊精赛道也是被他闯进去了。果然是谁养的孩子谁稀罕，每位饲养员都觉得自家宝贝闺女最漂亮。见到希罗第一眼印象就是，嚯，这猫真漂亮，相当白，然后长得那种小鸟眼睛。虽然父女俩平日里相爱相杀，但冯奶爸夸起来喜乐一点不带含糊的，很难不怀疑他进修过彩虹屁，简直就是二姑奶奶的超级粉头子。当游客调侃孩子腿短的时候，一向温柔的奶爸面对质疑直接发火。还腿还短，还是够长的。知道他护犊子，没想到这么疯狂。如果说老冯对喜乐老父亲般的宠，那北洞的徐老爷就是天花板。毕竟他夸萌萌都夸到微博封号了，只要见到游客就称闺女为第一美学。他还沉迷于在微博上各种晒娃，猫粉们免不了羡慕嫉妒恨。
还有不少过激的网友直接举报，导致徐老爷无奈之下只能关闭微博。但他在现实生活中一点不收敛，直接跑到其他熊猫的场馆去宣传萌萌。一会儿大家再去亚马看一下小凤，他的妈妈长得又白又圆的，长得又白又圆的，长得大大的圆圆的。即便徐老爷给大胖闺女加餐，也忍不住摸摸对方圆滚滚的西瓜肚，要不然有熊猫饲养人这一层身份，恐怕他早就被误会成咸猪手了。还有飞云奶爸也很会夸孩子，仅仅是看到一个后背也能彩虹屁不断。要是要定是定的多好。奶爸每一个词都夸了点子上，毕竟飞云真的是熊猫圈的大美女啊。最好笑的还得是奶爸被美色迷惑，熊孩子本想上房揭瓦，正当飞云要撕扯棚子时，他突然出现。见过大风大浪的萌妹才不害怕，为了不让对方耽误拆家，立马送出一个甜甜的笑容。上一秒还在训孩子的奶爸瞬间不说话了。谁能想到熊猫圈也有美色误国？而谭爷爷身为顶流女明星的饲养员，夸起花花那叫一个专业，长得特别好看，要好看一些嘛。他头比较圆，有时候不得脖子，看着他个脸型啊都要比较好看一些。正因为花花有美貌的加持，也让谭爷爷对这小家伙多一份偏爱，上下班都要亲自抱着。加餐环节，其他小熊想方设法做损损，而花宝鸡一动不动，原地等待就行。别看肉姐有将近300斤的身材，可她在奶爸心中永远都是个大美女。肉肉她长得很漂亮，脸才是大。可作为熊猫来说的话，是一个美女。如果把这几个奶爸请到一起，让他们夸自己养的熊猫，会不会打起来？